300万人打不到莫德纳第二剂，650万人打不到 AZ 第二剂。好，所以现在大家常说，开放疫苗混打的部分呢，我们看到这个已经为您整理出来了，有没有？好，过去再说 AZ 混莫德纳可不可以？不行，陈忠说呢，因为缺乏科学证据。好，那 AAZ 混打BNT也不行，缺乏科学证据，而且到货量不够。不过接下来周来吗 ？BNT 好，莫德纳混打 BNT， 因为这莫德纳是很急的这群人，我跟你讲，不约而同。我今天早上我的 Uber 司机，还有像我刚刚我们的政治记者李佩璇，他的 Uber 司机也都说他们的都已经到期或是过期了，他们早就打嘛，第一批出来的时候，计程车问讲最早打嘛，对，他说没有，他说已经过期了，那更别说我身边像我妈妈长辈这些打了莫德纳，现在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打第二剂，而且真的是要到期了。但是这个部分呢，虽然说都是 mRNA， 但是呢，陈时中还是说，因为缺乏科学证据。那好啊，你有什么有科学证据要做出来了，是不是？因为下礼拜要开始启动了这个台大的人体试验，就是莫德纳混打高端。陈时中说学理上可行，他说国外虽然没有这样做，但不代表台湾不能这样做，不然台湾永远没有办法走在最前面。好，要摔板子了，觉得陈时中，那陈时中已经讲到这样啦，那被很多专家学者骂，当医生的这个柯文哲也都说这超乎他在医学院的训练所以我现在是已经觉得说怎么样，他现在也不管你了，是不是？就是要让大多数的台湾人都当高端仔。高端这事情到目前好像这个死亡人数也大概有10位以上了嘛，所以一开始12前2天我看12，那他打大概是71万剂左右，对，那但他跟政府签约是500万剂嘛，500万剂，那大家刚司机来也问我说，那他剩下要给谁打？我说现在看起来 BNT 如果都进来的话，选高端的人应该就不多了，结果就这2天冒出来说来混打嘛。你打过 AZ 的，打过莫德纳的，后面加高端混下去，然后是台大跟这个长庚会做实验，是在做 AZ 加高端。对，那应该是不管陈时中部长他讲说缺乏这个科学证据然后呢，其他学理上可以讲来讲去都他在讲啊，那你说柯 P 他也是这个医学教授啊，他都说超过他的这个可以理解的范围，是因为他认为高端第3期根本没做啊，基于这样的前提，任何人都会对高端被混进去是怎么样的一个效益，本来也就没有数据。而且就是因为这样，所以第1剂没有人想要打嘛，但是啊，第2剂还会要寄望大家混打，这有可能吗？没有人敢混啊，就是说你这个不管前面，那有人建议啦，说民党官员带头混嘛，他们不会混啊，他们都打好打满了啊。对，以现有的来讲，之前不是在这个我们党团提供这个叫做第2类人员，然后现在连苏院长也出来这个议政迟延反驳，意思就是说我们小题大做嘛。那人家就是数字会说话啊，现在就是说已经打好打满的，对不对？以第2剂来讲，这是第1剂，刚刚这个千惠讲340几万人是打了这个莫德纳第1剂的嘛？对。那右边这个叫第2剂的，算来算去最高的确实是这个第2类啊。对。中央跟地方政府人员的人大概占60%几嘛。那其他最低的，你看，65岁到75岁，就是可能是我们这个长辈，他们打第2剂的人，148万里面才1万1嘛，才0.8不到。这个数字在这里啊，所以就是说，以陈部长，你认为现在要混这一批人，如果他没有办法打莫德纳，他要去混高端，对，这个高端现在我们国家是怎么样？就是铁了心要把它扶植到500万剂一定要打完吗？对，一定要把它这个，因为采购钱已经花了，所以这样子要去用混打来处理吗？推销完，对，那你政府货来不了，你要去催货。你要去努力去处理，但是你现在用的一个是我来弄混打，对，那这个我觉得就是大家会开始怀疑政府说，那你的科学是哪里来的科学？那你现在做的收案也才收200多人嘛。对，我要说这个基数会不会太少啦？收那么少人，然后也是用免疫桥接的概念。对，所以还是说他这个做这个实验，反正他也就是虚应故事，就是应付一下，怎么样？反正而且我也觉得10之8九会过啦。有一些人他可能就是说，他对疫苗他的认为就是说啊，都已经现在的医学啦、科技啦或者是生医的技术，应该不至于到那么严重。但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说，现在在看这几支疫苗，大家
对照，除了保护力啦，除了它的这样的一个程序里面的授权的处理的是不是比较到位之外，都在看不良反应的案件数，对，都在看严重不良反应到最后病理解剖的论证。台湾现在到目前为止好像没有一件800多个死亡案件，没有一件是认为跟疫苗施打有关，对，都是你说没关系，都说慢性病。对，那我说，我们现在如果说已经傲视全球了嘛，对不对？我们的全球第一个免疫桥接是高端嘛，第二个，我们现在的死亡的所有案例没有一件是跟疫苗有关的，那第三个是我们现在要率全世界之间来混打这个 AZ 加高端，莫德纳加高端。那刚刚主持人有讲，好像他们都一直讲说，我们台湾不能事事都在人家后面，所以我们一定要取得全球的第一。那全球第一拿到之后，如果真的是发生的是一些不可挽回的憾事，这个第一有意义吗？我们有需要在这里拼第一吗？我们要问的是，你的代工当时去谈的时候，你有拼第一吗？你拼后面的，对，你不敢去谈代工的事情，你不敢在这个政治跟不管是 AG 谈代工，或者是这个当时这个 BNT 或者是莫德纳代工，都被韩国、被人家东南亚国家拿去了。对，你为什么这里不拼第一？要其他拼第一拼那么快？他还有一招不是只有高不高端，我觉得他都在制造一个国民情感上的那种被胁迫，就是说买不到都是因为这个中共所以一切的困难，国际现在来的，我们要感激，要能够感恩，连这个立陶宛啊、这个波兰啊等等的，这是你欠国际人情的时候。有一天你会不会觉得这样的一个叫做政治的能力，本来就是你要被国人大家质疑跟监督的嘛？倒过来变成我们都欠国际上的这些国家的人情。好，那第二个就是这样的一个事件，你说疫苗或健康权，没有人希望导到政治化去。对。可是 BNT 进来这件事情，不就是因为那3个字，对不对？那现在听说进来的还是有啊，对，你隔了多久？1年了吧？那这样的一个政治的责任，不用有人就责，也没有人下台，也没有人要面对，就是说这个就是一切国际上我们台湾这个有人不开心，所以我们就被这样子弄。这种话小孩子才会讲对，不成熟的一个执政党的肩膀啊。那我就觉得我们虽然明天要开议了，是，我们也在追打什么3+11啊，对，调资料，这个记录不公开，然后说没有开会，然后说主持人本来不是他，其实种种迹象也知道他们还是说谎，说谎是最不能让这个大家这个理解的动机嘛。对，那到底是为了什么？真的，而且看到个数字，就是我们花8400亿的防疫纾困预算，好，那后来就是这个剩1600亿是完全是提空的嘛，那其中的1200亿是花在5倍券啦，然后70亿花在一些加码啦、补贴啊，有的没的这样，所以剩下340亿才是买疫苗，340亿才是买疫苗，所以呢，疫苗的钱只占了4%。只占了4%，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说，你看出你整个政府或指挥中心心目中的疫苗分量？难怪你只能伸手啊，伸手好省哦，对不对？你编这么少，其他是靠捐嘛，那摆明了你就是不想买嘛，是这样吗？所以这个表也是大家指挥中心自己今天秀出来的啊。那我们要讲说，好，他说我们的疫苗是总量是够的，那总量是够这4个字，这个讲现在就是这个欺骗大众，因为现在讲疫苗总量是够的，但是没进来。对呀，你到货没？那所以现在疫苗孤儿这件事情，大家刚才讲完嘛，那再来是整个疫苗里面送的，这个自购是910万嘛，对不对？但是一进来的量总体上面并没有那么多啊。对呀。那这样的一个现况来分析的话，其实是送的多，到货量的少。对。那整个预算给他340亿，对啊，340亿。然后他说他明年要开始买次世代的疫苗嘛。那我觉得整个事件走到今天我们还是要很感谢像郭台铭董事长台积电的这个张董事长，还有慈济的上人嘛，真的他们出手相救，让政府有一些颜面无光的事暂时按下不谈暂时 hold 住。因为没有人希望在现在已经疫情严重第2年 Delta 快要来的时候，还连第一剂
年轻人也打不到，1000多万人族也打不到，没有第一对，所以真的要谢谢他们能够在这个时候把 BNT 催货催到这里。那这个相形之下，政府到底是免责了吗？还是觉得说哇，他们企业界这样子做哈，那我们政治上呢就比较风险低一点？一切都是在这样的一个思维里面，让你疫苗采购决策错失良机。对。疫苗采购数量，你说总量够没进来这件事，你当时没有算到，所以你的总量搞不好应该要是3倍量。对。第三，你不能讲说哇，执政党这个一直要求预算，你们在野党一直砍，从来没有人砍疫苗，但他们也编太少了吧？是不是？所以就是不打算要买，是不是？这我真的觉得很夸张。这个数字他研发是给这个高端，还有那个另外一家嘛，哈，联雅，好像加起来也是40-50亿嘛。对。所以如果340亿再加研发的这一块。给国家的这个大概60-70亿，加起来大概只有400亿。400，这400亿的预算在8400里面占多少？非常的少。你刚刚说4%，刚刚4%，340亿占4%，大概15%，太少太少了。没错。然后我刚刚讲嘛，当时一开始疫苗采购的时候，它大概是以研发这一块有意愿要去处理。对。但是怎么样？就是说在采购里面，这个。他们定的这个契约，好像意思就是说是预采购，然后预采购里面呢，包括就是到底要跟哪几个厂牌处理。那我们大家比较看到的都是在 BNT 受阻，对，其他 AZ 呢，好像就是说，这个反正他已经签约了嘛，只是到货时间，还有这个缺货的问题，对，所以一切都听指挥中心的安排。没想到货进不来之外，他就一直往政治上去渲染，对。第二个，当然一开始大家对 AZ 哈，因为它在英国发生一些血栓事件，然后打的速度稍微慢一点。对。但基本上，当他列出几类人的这个时候，国人也是都乖乖照这个程序弄啊。对啊。那就只有到说，为什么这个有一些残疾啊，或当时大家质疑这个什么好心肝偷打之后，整个才让大家开始看说，原来问题就是你疫苗不够。对。才大家回归一个前提，就是采购的政策、采购的策略啊，还有你施打安排上面，你到底是用造册，还是用上网预约，还是说你预约之后的选择权，这完全就是一个好像从没有超前部署的成熟度了，就是想到哪做到哪。其实现在像前2天这个因为疫苗不够了，那李秉颖医师呢，也就是说现在大家在讨论要拼第1剂还是拼第2剂啊？对，现在的台湾来说是差别不大，对疫情控制呢不重要，最重要的还是要戴口罩。那我就会觉得说，天哪，你还是继续活在你知道台湾小宇宙，是不是？那我很恐慌就是台湾下一步，你没有告诉我，你指挥中心到现在为止，你都没有告诉我台湾下一步要怎么走。他是说现在不用拼第2剂嘛？对，把第1剂差别不大嘛，对，打完嘛。怎么会不大？我是不晓得他李秉颖医师，因为他是那个好像是疫苗接种小组召集人嘛，那他们做接种计划能够怎么样去调配哈？那所以有一种过去就是认为说，你分种类分这样的一个族群呢，不如你用年龄逐渐打哈，这是一个大家提出来的简化型，但是呢，就是可以照你讲的，你要覆盖率一路清清楚楚嘛，不是跳过来跳过去，对，一下这样一下那样，弄个拼盘式的套餐，就跟这次5倍券一样，哇，真的绑得大家眼花缭乱，所以为什么要这么复杂呢？我也是不晓得，所以李秉颖医师应该要先回应，人家说这样子做比较单纯，你觉得怎么样？第二个是第2剂真的不重要吗？那我们现在在国际上，我记得之前应该是彭博社还是谁做的这个叫做国家的防疫韧性。我们之所以会掉到100多名，现在41，已经41，输那个奈及利亚，就是因为我们在疫苗的涵盖第1剂本来很低啊，现在40，但是2个加起来之后才5%。对，5%不到哦，5%不到。对，而且送我们像什么波兰呐、捷克这些国家的2剂的疫苗覆盖率，我那时候看到数字都超过50%。所以我们是被人家送的意思就是人家已经大概够了，比我们安全呐，安全了。那他来转一下让我们有一些这个被接济的感觉。好，不管怎么样，那个第2剂真的不重要嘛？如果这样子比较起来，这光在这个国际评比上你就已经输一大截了。第二个是大家还是讲你出国或者是你洽公，
或者是你在跟人家的这个国际的协议当中，你这个第2剂这件事情也是代表说我的防疫，我的国家的国人出去没有受到比较不好的对待，对，这也是一个国格的一个象征，是，那就是没有。对，那你自己因为没有，所以倒过来讲说啊那个不重要。那人家英国还有其他国说，那已经要打第3剂，打第3剂，准备第4剂的人家是在干嘛？对，什么 Delta 啦，对未来呢？那你说以后流感化之后，每年要接种几剂？那已经是成熟的药，从药证上之后，慢慢更商业化的过渡的时间以后，你可以讲说啊，大家怎么样？现在不是还是用这个 COVID-19 的这个紧急命令，对，在对国人做。内部也不能室内用餐，对不对？这次连中秋也不能烤肉，种种都还在一个很强制的规范当中了。这时候讲第2剂不是很重要，你不觉得你们自己自打嘴巴？所以委员我有点害怕，有点担心，就是说台湾的下一步，难道我们就是只能靠口罩，然后加高端？我想他现在除了讲这种话，他也没有别的方法了。今天如果说好，过几天自购的会来了，那 BNT 会逐渐在这个来按部就班，那我觉得这个是大家这个还算撑住的。那如果真的像这一次这个长荣技师，万一这一次是没有守住的，对，他是一下子又像当年3+11的冒起来高峰，对，这时候你还敢讲没有第2剂是对的吗？这刚好这一次北市新北市大家好像 hold 住了，对，然后一下降很快嘛，哈，就把这个死亡也降下来。那我是觉得这整个地方政府其实是专业跟能量的那个准备已经展现它的效果。对啊，对柯市长或侯市长的这样的一个撑住，然后让这些事情很快的，就像侯市长，他可以把整个大楼400多人做一个调整，之后慢慢封处理这些成熟的部分，这样之前被一直质疑嘛，说柯市长的做法不好啊，谁的做法不好啊，侯市长又不好，都是地方在承担嘛。那我觉得指挥中心，如果你的这个疫苗施打策略，或者是疫苗施打的这个政策，是因为疫苗不够而降信口开讲哈，就失去专业的这个伦理性，也大家也不会。就是说很接受你们的这个解释，一切都是为解释而解释。